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呢新开一个栏目，这个栏目呢是一个围棋入门啊，这个算是补我的这个短板吧。因为咱们现在目前有了好几个栏目了，你比如说自然解说呀、下一手，还有这个基础教程，日本棋院的基础教程。那么这三部分的内容呢，都没有涉及到一个从零开始的内容。我想让我这个栏目呢，频道里啊，能更多的受众是吧，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节目，不单单是有这个中高级水平的棋友，能入门的呢，也能够从我这里呢，有所收获。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目的吧，我就打算开一个从零开始学围棋的这么一个栏目，既适合于小朋友，也适合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围棋的爱好者。那么我选用的教材呢，是很早以前的，我看这是哪年出的啊？08年，最早是08年第一版。那么17年呢，第15次印刷，也就是说17年的时候，这个书我这个版本是17年的第15次。我在15年前的时候啊，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，我用的就是这本教材啊。我觉得因为它从编排体力上也是非常好的。这个书呢是陈启翻译的，是韩国的，挂名是李沧浩，当然肯定不是李沧浩了，他不可能写这么简单的书啊。这个书呢叫曹炫和李沧浩围棋教室，现在基本上可能是那个不再印了，但是在淘宝上还应该能买得到。那如果是喜欢这个教材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去上去看一看啊，推荐买正版啊。那么没有买书的呢也没关系，跟着我一步一步的，咱们就从零开始学围棋啊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正题啊。韩国棋院呢出了一系列的，在90年代的时候出了一系列的围棋书，不是90年代，应该是2000年以后了。因为那时候90年代呢，就是说韩国围棋的崛起吧，然后呢，让中国的棋迷有机会啊，看到一些原版引进的这个韩国围棋书，正版引进，感觉他们的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清晰，每个图啊都标注很清楚，不管人家是不是抄，但人家可是那个就算是抄，人家也是改动了，也不是完完全全的照搬。中国那个书咱就不敢恭维了，说很少很少出书，出了书呢，你像那个蜀中出那个什么大全那一套书，是吧？那个书咱就不说什么啊。那好，先第一部分呢，先说围棋的基本礼节，我就照书原念了啊。那么下棋前呢，要互相鞠躬啊，相互低头致意，就是坐在棋盘前。你可以看看电视上那职业棋手也是这样啊，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对面的时候啊，互相给对方鞠个躬，表示尊敬对方。对局中啊，忌说无用的话。这个我觉得围棋礼仪是很重要的。你看这本书开头就讲这些东西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有些小孩呢，上到坐在这个棋盘前就开始说一些没用的话、挑逗的话，那个不好，是吧？咱们学围棋啊，最后是修身养性，所以你上来说那些东西，一看就没受过好的教育。中国最缺乏就是好的教育。真正的好的教育是什么？不是说你学了什么，你成绩好啊，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学得好，这不叫教育。在西方来说，第一堂课教的就是你的礼貌、文明，这是第一位的。你看在西方国家的话，那个一走一过呀，你开门呢，都是有人专门走你前面，一定要把着门让你前进，这是最起码的礼貌，一看就有修养，你受过教育。而中国这方面，你看一开门咵一摔，把门一摔。咱不是说中国人这个本质上的问题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形成一个风气。一旦形成风气了，大家都这么做了，都觉得这是文明啊。这就是这是第二条。第三条呢，棋走了不要悔棋啊。
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说你落子了，咱不单说是说你这个没落子啊，咱就说这个落子以后，这个棋子还能不能再动了呢？比如说我以前呢，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接触棋子就是有这样，那这棋子都已经放在那儿了，哎，他棋子还没那个什么，他不撒手啊，他把这个棋子捡起来，你这个就不好断定他到底是不是悔棋，但是呢，最好咱别养成这样棋，看好了往上走，别给人家留一个还悬念，是不是？那不好了，那个不好的行为啊，那种行为让看着不舒服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落子不悔。第4条，不要把手放进棋罐里整得哗啦哗啦响。这一条呢，怎么说呢？我也有过，但是那都是不是正式比赛啊？咱们普通的棋友之间，也算一种调剂，但是人家这么说，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，是不是？比赛当中咱不能那么干，那你就不单影响了你的对手，你周围的人是吧也会受到这样影响，起码你的举止不文明，那么第5个呢，不要东张西望或给别人当参谋，那这个是很正常的，你这也是对你的对手一个尊重。你比如说你俩正下棋呢，你俩围教室里面是吧？好多小朋友都一块下棋，你跟这个对手下着，你觉得这个形势好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对手怎么样不行，我起身活动不说，完了还要在旁边给别人去支去，那你这边棋你自己都没下完，你给别人支，这是很不礼貌的，是吧？你这个对手虽然嘴上不说，也会觉得你很烦人，这不好。对局中离开座位时，应首先得到对方的谅解，这个也是正常的。你像这个就是后来老的棋一辈的，比如说这个中国围棋擂台赛啊，还有在日本的一些那些我不太清楚啊，我知道的描述我就说鼓励有巡场，因为他下得快嘛，他就到别处溜达走，这是可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老坐在棋盘前，你累得慌啊，你活动活动，溜达走一走，不说话，这个挺好，我觉得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离了场了，你不知道干啥去了，尤其在比赛当中有的人就干着，职业棋手也是如此啊，干出这样的事儿，跑了，不知道上厕所干啥去了。尤其现在又是 AI 时代，没 AI 时代的还有支招的呢，还有个参谋团呢，我不说是谁啊，但是这种事儿是的确发生过，所以这个不好。掉到棋子地上的棋子应放在对方看得见的棋罐盖子上。它这个呢，就是说，这个是涉及到所谓的这个有没有作弊的危险，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棋盒里边这个棋子有时候输子，没有找裁判的时候输子，比如说我一输，一般一个子就代表2目棋，那你这个棋盒里有几个子就是多少目了，再加上你棋盘这些目数，你就知道你赢了多少输了多少。那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偷摸的拿个子儿或者填个子儿，你也不知道那这就影响你的判断，是吧？棋全下完后，即使可以判断出输了，也应通过点目。即使可以判断出自己输了，也应通过点目，这个就不必了。这条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那明知自己输了，我就认输就完了吧，还需要点什么目是吧？有始有终虽很重要，但如果差距过大，就应当宣布终盘负，这是基本礼仪。这个确实是的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明明的不行了就别坚持，也没什么变化了，你继续走下去浪费时间，也不好。对局当中结束后，应向对方致意，说你下得很好，或我学到了很多。这个中国人一般来说，不一定有是吧？不一定有这样的这个举动。但是说以前的我记得以前的新浪吧，那时候不是新浪，好像在哪儿下棋的？KGS 就是国外的这个对局网站的，它都是这样，非常讲礼貌，上来都得加个你好下完了以后呢，都说你下得很好，这都是必须的，还说上谢谢。这中国现在没有了，
以前我好像记得新浪好像还是这样的，后来逐渐的现在都是也没一化，上来走完就拉倒，走那个完了，那个输了不服还得骂两句啊，这棋品都很差。有这个第一手我不太清楚啊，高手呢这种情况不多，但是也有，这很让人一看这叫什么高手，这不行，这种人他一定不会进步，是吧？对局结束后，一定要让棋盘的棋子全部放入棋罐，并整理好棋盘，这个也是应该的。好，下面讲讲规则。这个棋呢，首先是两人下，有黑有白，黑白交替，每次只能下一个子，黑白双方占空多的一方为胜。通过猜先来决定吃黑吃白。我想这个可能有人会问，什么叫这个拆先？拆先通常是一方呢从棋盒里抓一把子儿，通常是那个年龄大的一方，抓一把子儿，然后年龄小那一方呢是猜单双。那么猜单双你也不用拿嘴去说，你就从棋罐里拿出一个子代表单，拿出两个子代表双。等到年长者把这个棋子放在棋盘上一数，单双的话，你猜对了呢你就执黑，你猜错了呢你就执白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呢是根据棋力高低可以下让子棋，棋盘呢是19路，这个都不说了，总共是361个交叉点，棋子呢是在棋盘的子不能动，落子不能动，不入子的地方不能下子，这个都不用说了。没有气的棋子一定要从棋盘提掉，打劫的时候对方提子后不能立即反提，而要在其他地方下一手方可反提，这个咱们以后都会介绍到。具有2个以上独立的眼或有2口永久的气就可以称作活棋，不能证明是活棋的棋就是死棋，这都是不用说，是吧？咱们以后也会看一看。被活的棋子围绕的空点称作眼，除此以外的空白点叫做空。下棋的过程中叫对局，在对局中有一方表示认输，就宣告对局结束，这种赢棋叫做中盘胜，双方无处再下子时叫做终局。这就是所谓的一些基本规则我们再来看一看棋盘上的名称。棋盘呢基本上可以是划分成，按照这个说法就划分成9个部分。首先呢这一半部分是吧，以这一块为大约母，什么这个也没有什么非要这个确定的点，大概就是这个位置，看能不能画个线还可以，有时候我就在这里吧，以此为界吧那这个范围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角部，角部左上角，同理呢这边打右上角，那这儿大体上就围绕着星位吧，是吧？大体上就是这样的。那这四个都是角部，那角部以外的这个空间，还有这个空间，还有这4个，这4部分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边，所谓的边，有上边、左边、右边、下边，左上角、右上角、左下角、右下角。那以边画出以后呢，我看还能不能再画什么东西那就以这儿吧，以这儿为界。以这儿为界，这个呢又形成了一个什么叫做中府。那这围棋这个棋盘基本上就是划分出这么9大块，4个角，4个边，加一个中府，共成了9块，是吧？
那么这就是咱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棋盘。棋盘上呢，然后就剩下线了，这个线就很好解释了，对吧？就是第一线、第二线、一路线、二路线、三路线、四路线，这是横着数，竖着数呢，也是一路线、二路线、三路线、四路线，一路线、三路、二路、三路、四路，是吧？就是这样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棋盘，是吧？有了棋盘了呢，我们再来看一看棋子。棋子呢落在棋盘上以后，那它呢要知道它有几口气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假如这个棋子放在棋盘上有几口气。它对应的呢是基本上就是，看，就这4个点。那这4个点呢，就是十字交叉形状啊，它就有4口气，这有4口气，这是这样的情况下。那如果这里是有俩白子的，那就变成什么了呢？它黑棋啊少了2口气，这俩点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只有剩下2个三角呢，就2口气。好，这是大概的我们认识到的气。我们再来看，如果这个子啊是在这里啊，我们来数一数它有几口气。落在这里，还有落在这里，还有落在这里。咱们来看看分别这4种情况下黑棋的气。首先我们看这颗子，1口气、2口气，这可不是啊，一定要分清楚啊。这斜着不叫气啊，就这个。那这个呢，1口气、2口气、3口气。那这个呢，1个、2个、3个。上面呢，1个、2个、4个。所以这个是4口气，这个3口气，甚至是俩子，1个子也是3口气。这个不是根据子儿的多少，而是根据呢，你旁边的交叉点。好，这是这样的局面。我们再来看，现在这2个子又是几口气呢？如果在边上，又是几口气？这里，还有这里。我们来看看这4种情况下，又都是几口气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，那这个呢，这3个点是这3个子的气，所以它只有3口气。这个呢，5口气，这个呢，这也是5口气。再看它，6口气，所以呢，这就看出它们的不同。那通过这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就是你数气一定是跟它紧邻的交叉点，紧邻交叉点，斜着这个不是啊，就是它是横平竖直的交叉点。我们再来看看这4个，先来数数这仨，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是7口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口气。
这个呢10口气。8口气。我们再来看看这4个。这个呢就是9口气啊，9口气。8口气。8口气。那它这个跟那个子儿的多少啊关系不大啊，就我之前说的，它是你只关注于它到底空着的交叉点有多少。你可能有10个子，但也不见得就比那2个子的气多。那这个呢是也是10口气是吧？现在啊不单单是有黑棋了，这回咱们又增加了白棋。我们再来数一数这些气。那么像这个图我们数圆圈子，这个也是数圆圈这个子啊，这俩就数这俩啊。好，咱们再来一块数气啊。第一个呢1口气，1口气，也只有1口气。这回这个子是2口气。好，那这就是当周围的有了白子呢，它也没有气了，那它只剩下外围这1口气啊。我们这一次啊数数圆圈子的气，圆圈子。这个只有1口气，2口气，2口气，2口气，我们再来看，这是最后一组，咱们看一看圆圈子各有多少气。先看这个。3气，2气，5气，5气。好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第一次讲这个入门部分的关于气的内容。那么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继续关注本频道并点赞留言。这部分内容啊，其实如果是不是很清晰呢，你可以多看2遍，是不是？那好吧，那咱们就这样，拜拜。